我们从2007年开始做肌肤监测，然后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早期我们在念书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讲说，青春痘长出来会发炎，所以越青春痘越发炎。可是我们在肌肤监测以后发现很有趣，我们初拍的时候，每个病人，包括不管脂漏啊、酒糟啊，或者有一些像迪卡啊介绍来的一些病人，他们的皮肤看起来上面都一层平平的，然后完全没有纹路这样。然后可是他一旦长出痘子，他就退红。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有趣，跟我们以前念的东西是不一样哦。就早期我们都觉得青春痘以后会让它发炎，因为青春痘是一种发炎嘛，越青春痘发炎越厉害嘛，所以很多医师都想办法擦 A 酸啊、吃药啊去控制发炎。可是我们发现其实不用，你只要把那个角质掀开，然后让皮肤能够透气，然后甚至它开始长青春痘。我们有很多案子可以很清楚告诉你，当这个人这边长了个痘啊，旁边就消掉了，很像那个喷泉喷出来，或者那个压力锅打开以后，然后就消气了这样。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要退红，你不要让皮肤的代谢，比如说像脱皮啊、像脂漏的脱皮啊、像敏感肌的红啊、像酒糟的红，你只要让它能够正常的代谢毛孔啊、代谢汗孔，它的那个红就会退掉。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压力锅效应。既然了解了闷锅效应，那我们就来谈怎么治疗。基本上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在传统，我是那个台北市立仁爱医院皮肤科训练出来然后所以我算传统的皮肤科医师。我们在传统的治疗里面，这几个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发炎呢，原因不明嘛，就发炎。可是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概念，就是皮革都很厚就是角质的堆积很厚。然后这个角质堆积很厚，不管是先天或后天，先不管你只要把角质重新的乳化，然后让它毛孔打开，然后长痘长油，然后之后它的痘子跟油就是痘子跟那个汗水也不会让你长痘，就一开始。它会先是红的，然后之后会长小疹子，小疹完以后会长痘子或者白脓头，然后完了以后它反过来又变成小疹子，然后它的红就退了。因此，在脂漏性皮肤炎、酒糟或敏感肌这些的治疗里头，我常常在那个一些网络上，像 PTT 或 Dcard 这些，在回答他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你只要重建你的酸性保护膜，把你的角质的卡壳、你的那些堆积弄掉，至少你可以散热，散热以后你的红就会消失了。这个是我们目前对脂漏性皮肤炎。还有那个酒糟跟敏感肌的一些治疗的所提的提案，所以从刚刚第一段跟第二段讲到现在，我们可以跟各位讲，就我们发现是这样子：当你皮肤的角壳很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比较闷热的现象。其实你就好像像这么热的天，你看我穿皮衣，真是全身大汗对不对？那如果你汗出得来，你就不会闷嘛，然后不会闷，你就不会红嘛。那汗出不来，你就会红嘛，这很简单嘛。所以。怎么样去治疗脂漏？怎么样去治疗酒糟？怎么样去治疗敏感肌？目前众说纷纭。可是我们至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而且效果很好的，就是你去重建皮肤的酸性保护膜。当你能够让它出油出汗，那中间你可能会有一些排异反应，就是会有一些青春痘啊代谢的，那你就是好好的排它，不要让它产生额外的感染。当它能够正常的重建酸性保护膜的时候，其实你的脂漏跟酒糟就算没有完全痊愈，基本上也好的差不多了。